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10月27号。那么，因为时差，现在欧洲进入了这个冬令时，那么今天的这个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半开始的。那么也就是这周，那么下周等到美国那边也变了时差之后，那么时间就会变回来。所以说这周周一和周五的时间是会在这个频道的社区里面会提醒大家。那么欢迎秦朋友已经进入了直播间，请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是不是都没有问题。然后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把听不到声音吗？我们看一下，听不到声音吗？我这个麦克是没有问题的呀。听不到声音吗？很奇怪哦。没有声音吗？哦，苏珊朋友确认了没有问题。那么秦朋友，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设备是不是，要不重启一下？如果声音和图像没有问题的话，好的好的，谢谢苏珊那个确认。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又是一个大盘的话是一个高开的状态，又是一个跳空缺口，已经有2个小跳空缺口了。由于周末，特朗普跟那个中美那边的和谈传来了很多好消息，对吧？又是一个高开，这种情况千万的注意就是不要追涨，很容易追。现在这个节奏啊，你发现没有，慢慢的变快了。最近这一波这个节奏开始变快了，牛市的节奏其实是一个慢涨的节奏，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开始变快了，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追涨。你一旦追的话，很容易挂在这个非常高的地方，然后它一个快速下杀，那么的话就，会非常的被动。所以说，想要追的话，你就用一点小仓位，实在控制不住的话，就可以用一点小仓位做这种小的中枢震荡，然后可以买一个这种突破，对吧？但是千万不要用大仓位去追涨去，因为这个节奏现在已经开始变化了。那么再加上这个周三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了，然后还有这个大记者会啊什么的，所以说在周三之前或者周三当天，这个波动会非常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涨得越快，反而是容易出现问题。好的，就是简单说一下指数，然后看大家提问。先看一下苏珊问的 marathon， 哦，秦朋友已经问了一个 SYM 是吧 ？Symbiotic。这个股票我们是之前分析过，我们来看一下他问的这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的话，我们看一下大周期线，这是月线，然后周线上是这个起涨点16.32。这个 Symbiotic 是一个医疗美容的服务平台，就是做医美的应该是。那么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这个中概啊？但是看那个有点像那个 Spike， 就是通过买一个壳上市的一个公司。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从16.32这是周线上，然后这里有过周线的一笔，这个一笔的话，我们看一下，其实你当成一个2买的话也可以，因为它这是一个明显的有一根毛刺儿。如果说你不当成2买的话，那就是一笔上去了，就是周线上只有一笔，所以说就看你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清晰度。然后又到了这个日线上，那么日线上如果说我们以同级别分解的话，其实就是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里又震出来一个中枢，就是日线上的中枢，然后这个现在是开始离开。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不够一笔，所以说起涨点还在下面，把这个起涨点给它标出来，是44.11是这个起涨点，然后起涨点之后，这里是回落不够一笔，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3买，也就是说，这个的回落是这个中枢的一个潜在的一个3买了，你也可以先测一下，应该是0.618
之类的啊，刚好踩到了0.5，踩到0.5了，现在回落也够一笔了，这个反弹现在还不够一笔，对吧？所以说这里只是说潜在的，它也可以变成中继的，再往下沉一沉到0.618也可以的，对吧？现在只是说有这种反弹，有这种可能了。看一下这个，那么现在这一笔要关注，就是这一笔能不能够反弹够一笔。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小周期的1小时上3段，很清晰的3段，对吧？现在这个 MACD 得冲上来，如果说它这个能够冲上来的话，那就会突破前面这个小高点70.1，所以说突破了70.1之后，你就要关注了，这是不是3段有没有背驰啊？一定要不背驰的话，一定要有力度，或者说有没有等比例之类的位置啊？对不对？73，看它现在刚好现在是冲到了0.618，所以说你有的话可以再拿一拿，毕竟这一段的内部应该是还不够太饱满。我们可以简单的、快速的看一下它的小周期，看一下15分钟有没有背驰之类的。现在15分钟上还是一笔，那么5分钟还在往上冲，看到没有？这是一个1、2、3、4，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非常的好的一个结构。5分钟上已经有结构了，那么现在走的是5分钟离开，你发现没有？冲的还可以，但是呢，它前面这段冲的更猛，对吧？所以说，我们先测一下到哪里能有一个背驰的位置。71是等比例，如果说它这段力度不够强的话，甚至都到不了71.7的话，那就会容易被拉回来。那么在5分钟上，所以你现在关注的就是5分钟上，5分钟上这个周期什么时候给我一个3买，甚至是拉回来？那最差的当然就是跌破这个中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不出现的话，它完全是可以这样，比如说冲到等比例，甚至不到等比例，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做2个小的5分钟中枢之后再结束整个这波上涨，对吧？所以现在短周期上冲的还挺好的，所以说你可以再拿一拿，但是需要盯的就是5分钟上，5分钟上这个演变会造成1小时的这个图形变化，也就是说5分钟上的这笔的演变会造成这1小时这个相对大一点的周期是否出现背驰，对吧？只有这个5分钟上结束，只有5分钟上这个周期这个演变结束之后，才可能再去观察1小时上，所以说一定要结合5分钟和1小时这2个周期，就可以把握它的短周期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大周期上的话，就是5分钟上的变化联动了1小时的变化，1小时的变化联动了这一笔，但是这一笔如果说你把这个它的反弹的可能的阻力的位置都给它标出来，现在已经快到0.5了，看看能不能够有力度的突破0.618，不能够有力度的话，就是一个日线的2脉，可能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2个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上去，对吧？所以你这样的话就把5分钟、1小时和日线3个周期联动起来了。那么每个周期配置的仓位是不一样的，因为周期越小，配置的仓位越低。你这样的话就很清晰建立起了一个立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系统。好的，简单说一下这个。这个 SYM， 你说是一个机器人是吧？哦，那可能我查的这个有问题哦，我查的是这个查成的新氧。那你说的这个 SYM 是一个机器人相关的一个公司，那么也是算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概念了，对吧？现在机器人跟机器人啊，跟 AI 相关的都比较火。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苏珊问的这个 Marathon， 那么今天。这个跟比特币相关的这些，都涨得比较好吧，就是比特币概念股吧。那比特币的话是今天又冲破了，在周末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说过一个位置。先说一下比特币，然后再说那个马拉松，因为比特币正好突破了这个位置。比特币这个116这个位置突破什么了？突破了4小时的这个。也就是说，4小时上其实它有2笔了。我们先比较一下4小时这2笔的这个，把4小时这3段，因为4小时上已经有3段了。4小时上这3段我们比较一下。哎，
快到什么了呢？快到等比例了，117.204，也就是这段跟前面这段的空间是一致的位置。所以说，看它能不能够有力度的突破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看它的内部结构的话，相对的也不是那么的这个力度也不是那么强，跟这段差不多。你看到没有？这段第3段跟第1段的内部结构差不太多，就不是那么的凌厉，不是这种小周期涨得特别强的。所以说，如果说到这个位置，或者说不到这个位置就给你一笔回撤的话，也没有问题。那么就是4小时上，那可能是一个1、2、3、4、5，或者说直接给砸回来，做一个中枢，再看它是不是往上选。所以说，就是说比特币可能是要到短期要到一个压力位了，那么再回头来看这个马拉松。那么马拉松，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挖矿的，对吧？挖矿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现在好多挖矿的公司也变了，那个他挖的矿不卖了，因为这个可能觉得自己留着，可能这个价值涨得更快。所以说现在就是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很多挖矿公司反而去借债，跟那个 MicroStrategy 这个公司学的，去贷款买这个比特币，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变化。那么它的大周期上，现在看的周期是 M， 就是月线，也就是说月线上这里最低点，我们把这个最低点切到这里来，就是说这波上涨的话，当然最低点在这里呢，但是这里是做了一个大的这个 M 的这个，或者做了一个中枢，对吧？现在就是从 9.81 的上涨这一波，也就是月线上这里已经成一笔了。我们关注的就是这笔要不要延续，延续你买多做多就赚钱。好在就是它现在正好是零轴起来的，看到没有？月线上零轴这里如果说能起来的话，那就可能再次突破，甚至突破这个83这个大高点。那这个周期比较大了，我不是说它短期就能突破它，但是是需要我们去这个这么计划的，把这个月线上这个大周期给它标出来。所以说就是现在，哎，把这个中轨也那个加上，因为我看它好像刚好在中轨附近，啊，确实是刚好在月线中轨附近，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这个如果说中轨也是一个相对，这个来判断多空强弱的，必须要突上去。如果说中轨这里再踩一下再上去也可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关注它的这个，看一下内部。周线上，这是我们之前这个分析的，把它一个清一下。周线上现在是3段。好的，那么第3段的起涨点14.48，我们要关注的就是14.48的这个右侧这些是不是要继续生长？我们是要关注它是不是要结束了，还是说可以继续生长？也就是说14.48到23.45这一段的内部，这就是区间套层层降低周期，把这个你的显微镜的度数弄得越来越大，你这样越来越大，你才能看得更清晰嘛。那么日线上呢，这里有过一次回落，但是这都不够那什么呀，日线上都不够回落。这里的话也是，如果说这个勉强当递归的话，这里可以有一次2买，这里的话也可以当成递归的一个2买，这都本周期的话都不够一笔，就日线上它都不够，你只能说是小周期。那么在1小时上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结构，所以说你也可以说是一笔就到这里也可以，所以说这里是一个2买，对吧？这就看你这个在交易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这些都画得很精细的，当成一次回落。当成一次回落的话呢，这里就是有一个日线上有一个中枢。如果这个不当成一个回落的话，那就1小时上这里是肯定有交叉的，有重叠的。这里1小时上肯定有中枢，但是在本周期上啊，它这个回落才是一个本周期的一笔的回落。那么结合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比特币的话，如果说比特币快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稍微大一点压力的话，再加上周3又有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那么它现在冲的没有太强的力度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只是到了0.382了，对吧？然后看一下这3、4根 K 线的一个内部。
1小时上这是有过一次回落，在30分钟上肯定是有过一次一个有效的回落的。30分钟这里是一个上一个下，那么在15分钟上肯定是带中枢了就，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观察15分钟就好了。15分钟上是这里有一个15分钟的中枢，我们看这里是第一次回落，然后上去再下来，第二次回落构成中枢，然后就开始围绕中枢震荡了，对吧？然后这笔回落这笔反弹太那个力度太弱了，这个 MACD 明显是偏弱。现在如果再顶一下200均的话，看到没有？这里有个200均，如果顶到这里，然后快速往下走，那基本上就是这一笔的上涨就1小时上涨结束了，开始走1小时反向。所以说就看你的这个仓位。那么如果说1小时这个基本上快结束的话，要走反向的话，那就看它能不能再踩一下这个200均。就1小时上200均，然后再反一次。所以说小周期就先盯着15分钟，15分钟中如果说突到这个200均这儿，就15分钟上的200均线上不去的话，你就先减一点，等它再次回来，起码给3段。如果跌得很快，那你就要等5段，说明这1小时上这笔延伸就要强一点了。你也可以在1小时上先测一下它可能的这个回落的位置。也就是说，15分钟上那个上涨，如果上不去的话，它就会出现1小时的回落。回落的话，可以做一下1小时的2买，甚至打低一点的话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是1小时这里有一个反向中枢了，你看到没有？大的1小时上，我们也可以把这里还是可以有一个反向中枢的。因为从这个最高点下来的话，相当于1次反弹、2次反弹，你看它明显是偏弱，就是每次反弹的高度不能够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对吧？这次反弹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然后第二次再次反弹还是没有突破，而且这个往下跌的时候还要跌破前面的低点，就是出新低不出新高，这就是这个传统里的，就是这个西方这边的这个交易方法、分析方法，就是什么 lower low high lower high， 这就是他们说的这种分析方法，对吧？那么这种明显偏弱的，所以说你到了这个位置一定要减一减。如果说这里快速往下走，那就可能要跌破这个位置，日线上才可能饱满，或者说才可能完成。如果说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有背驰的话，所以说，马尔松的话就是15分钟、1小时，然后再牵连到日线，这3个周期你这个观察好就可以了。那么先看15分钟这一笔，现在这一笔看来还没有快结束，可能要顶到这个200均之后。或者说这个比特币那边再往上冲一冲，对吧？我们刚才也看了，比特币也是可以再往上冲一冲，4小时上它完全可以到这个117.200这里再往下走。所以说比特币这边到头之后，那么那个马尔松紧接着也有可能基本上就15分钟就完事儿了。那么15分钟完事儿之后，你就一笔一笔做。如果说你能够操作15分钟、1小时，然后连带这个日线的话，如果说做不了15分钟，那你就不管这些也可以，等到它1小时上比较明显的变化的时候，你再减也来得及。那整体来讲，这些比特币相关的这些公司的话，都要跟着比特币的这个大行情走。比特币有行情了，这些概念股才有行情。比特币没有行情，他们也是基本上就趴在下面，对吧？但是呢，这个 Marathon 这个票呢，它的盘子小，相对的波动是比较大的。你操作起来的话，仓位要控制好，千万不要追涨。这种票一旦追涨就非常难受。你看它这个10月10号这天跌了7%点多，这是10月16号跌了11%，对吧？都是高开低走的，好的，这是这个马拉松，还有这个10分钟时间，我们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最近有一个变化的，就是这个 Palantir 要注意了 ，Palantir 要出新高了。出了历史最高点，今天。那么Palantir我们之前分析过它，从66.12这里有一个结构，然后这里盘了好长时间，终于回落成一笔了。这个我们在周末复盘的时候已经说过了。现在它的结构完全可以结束了，也就是说，结束在192.83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技术段，然后有这个中枢，还有高点，对吧？完全可以从这里掉头往下走，一点问题没有。所以说这个位置千万不要追，
就是帕兰蒂尔，因为它的大周期上是一个123了已经，因为它这个是出了最高点的，把这个挪过来。帕兰蒂尔这个结构千万不要去追涨，一旦追的话就很容易把你挂在上面。然后我们把这个先测一下它这个3段，5段啊。从这个16.14上涨的话是一个1、2、3、4、5，它是一个第5段，然后第5段内部已经相对挺饱满了。我们现在测一下3和5，现在是在171.2之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5其实跟3比较，如果说按空间比的话是没有背驰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没背驰，但是它的内部结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的这个日线上是有进入段。有中枢，还有离开，这里随时结束是一点问题没有。首先是不要追它，那么它如果说继续往上涨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离开段可以继续往上生长，也就是说从169.42的这一笔可以慢慢往上生长，对吧？你所要跟踪的其实就是最后这一笔，1小时上把这个挪到这里来，我只关注169.42这一笔的内部什么时候结束，对吧？这个其实就变简单了，你就跟着这一笔就好了，什么时候结束？它结束了，那就可能整个这一大波都结束了。那么15分钟上呢，有一次回落，但是也是一个1、2、3、4、5，看到没有？这是一个1、2、3、4、5、6，已经第6笔了，15分钟上。那么可能在15分钟上做一个中枢，再往上走一下，看这样能不能结束这个帕兰蒂尔的这个15分钟上。这个结束了，有可能这个整个的日线上这一笔就结束了，对吧？所以说，首先，因为它现在出了高点之后的 MACD 并没有跟上来，对吧？因为我们一旦出高点之后，我就可以比较有没有背驰了呀。这个 MACD 的快慢线，然后柱子所有都偏弱，所以说它这个后期的力度没有跟上来，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背驰状态，而且它现在是历史高点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帕兰蒂尔千万不要追，很容易这个，如果说急跌的话。你基本上就挂在最高点，你尝试减仓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要现在去做空它。出现明显的这个，比如说出现日线的顶分型再做空都来得及。好的，还有几分钟时间看一下苏珊问的 ORCL， 这是 Oracle 是吧 ？Oracle 的话也是甲骨文嘛，前一阵儿它这个跟 OpenAI 啊有一个大单子，造成了这也是一大波上涨。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月线上是300，对吧？月线的一个大300，现在涨到这儿了已经，而且还不背驰，就是说这个的3段是不背驰的。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第3段的内部，看一下第3段内部这个什么时候结束？看一下周线，周线上是虽然说这个第3段啊现在还不够一笔。那么它完全是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变形结构，就是说我们把它重新画一下，就这一笔到这里，然后第2笔在这里，也就是说它这个的回落的话，反而是一个针对下面的这个结构，反而是一个什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月线上是这个月线上的这个1、2、3的起涨点，然后周线上的话是一个2买，对吧？这个如果说是1买的话，这就是周线的2买了，这是月线上那个起涨点。你也可以先测一下它的这个回落的位置，连0.382都没到。虽然说看上去回落挺大的，但是相对大周期、长周期的话，它还是一个浅的回落。我们再看一下它这笔回落的内部有没有可能结束了，对吧？看一下日线上。我们把其他的全部清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只关注这个345.72右侧的这段能不能结束，对吧？这里是1次反弹，2次反弹。虽然说第1次反弹，我们看这个低点在哪里？291、292，所以说291那个是低点，也就是说这里是出现过2次反弹，然后又出了一个低点。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日线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了，就是说这里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拐点呢？对吧？那你就要关注它的内部是这个结构其实是饱满的，有进入段，有2次反弹，又有一个低点。
所以这里是一个潜在的周线的那个二买，所以你要开始跟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断开它，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1小时上，也就是269这个起涨点。那么269起涨点反而要有希望出现一个这个1小时的二买了。所以说它现在这个你看它走的非常的下蹲的非常的那个迟疑，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凌厉的下来。你看它这儿每一个下都非常的小，你要去小周期的话，肯定是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在5分钟上。所以说你等它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那个往里进的，就是这个明显的转折的时候。我们讲过，就看1分钟。你看现在我高量的这段是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5分钟上，这个应该是1小时上那些这个潜在的一笔回落，但是在1分钟上，我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多头或者说这个做多的情绪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在1分钟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那么什么时候1分钟上能够快速往上拉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开始进了。那因为它意味着从这个最高点287的所有这些调整有可能结束了。所以说一定要出现一个强烈的变化才可以进。它现在这个1分钟的调整，现在你不能说它结束，虽然说衰竭了，但是衰竭并不代表转向，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很多时候我们说买背驰只是一个条件，就背驰只是一个条件，这里有背驰了，只是一个条件，但是多头并没有出现。什么叫多头出现呢？就是你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我起码要站上到快速拉升。突破这个中枢，就是说有一种 K 线类似涨停的那种，就是快速的 K 线往上走的时候，这说明多头才开始要脱离这个盘整区间，要往上走，要转向了。只有出现这种时候，你才应该往里冲。那么现在你就等它1小时这个调整结束。现在1小时这个没有结束的话，它可以完全一个阴跌到某一个位置之后开始转向，这个就是你要进场的一个二买。对吧？所以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1分钟上虽然说已经调整很充分了，但是并没有出现多头的一个转向。你可以完全把这些都过滤掉，都是噪音。因为从现在的价格即使涨到这个高点的话，也只不过1.05%啊，你就让开这1.05%，就是说这个利润我不要了。你只有强力突破这个的时候，我才进场。那么你只有这个时候。你就是说你不用浪费时间在这里磨，所以说这就是教给大家在什么时候它开始转向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冲进去。在它没有转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就是等嘛，就这些小的这些摩擦我都不要了，让开这些都是其实浪费时间的。好的，这是这个 Oracle， 还有2分钟时间。但是有一位朋友，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他问了一个 CCCX 和 PATH， 我们看能不能有时间分析一个 CCCX， 这是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应该是一个财经类的这个股票，一个盘子并不大，之前也不知道是不是通过 SPAC 上市的，但是它的图形很简单，对吧？日线上一笔上一笔下，现在这个。1、2、3、4，这笔上的话有可能快结束了，这个有可能反弹成功了。你可以前期的话，它跌的也比较深，已经跌破0.018，但是拉回来了。这种它这个波动是非常大的。那就看它这一笔能不能够结束嘛，对吧？还是说，虽然说已经反弹4根了，也不代表这里不给你跌破，也可以跌破的，就看它的延续度。那么1小时上有过一次回撤，但是。有包含关系，那么30分钟上的话，应该是一个1、2、3、4、5，1、2、3、4、5，一个5浪。30分钟上走了一个小5浪，那么你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这是起涨点，就是30分钟上的这个小5浪能不能够结束？首先不要追了，因为30分钟上已经在第5段了或第5笔了。看一下5分钟上，5分钟上，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5分钟上给了一个中枢，所以说。看它5分钟上这个中枢的离开的力度，如果说5分钟上这个离开的力度不够强的话，也就是这一笔的力度不够强的话，它完全可以掉头了，就因为它这段全部在30分钟上的那个第5浪里面，对吧？
什么时候可以进呢？如果说这个第5浪结束了，它完全是可以这样1、2、3、4、5，然后回来做一个中枢，这个位置是你可以买的，再买的，因为它做的这个中枢起涨点就是这个结构买点，可以再继续往上走，对吧？所以说这里首先不要追啦。如果说它5分钟有力度往上冲的话，你当然可以继续拿一拿。也就是说，5分钟让这个离开段必须要有力度。它前面这个是一个跳空缺口，这是进入段带了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后面没有跳空缺口的话，就很容易被持啊，对不对？你也可以这个先比较一下，等比例在24.53，就到这个位置才不被持，不到这个位置直接掉头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你现在就跟踪这个5分钟上这个结构就可以了，然后就看它30分钟上能不能够构成中枢，然后再往上冲一冲。如果说不行的话，那可能是就是30分钟上要调整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所以说你就盯着5分钟结合30分钟就好了。30分钟上，而且这个120和200均都在这里，所以说直接上去再踩到这个2根均线，那可能后期才有一些力度往上走。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